大家好，我是老王。你有没有想过，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你可以随时消失、出现，也可以打破次元壁，出现在世界的另一端。你能看透这个世界的一切，包括人们脑子里的想法。而今天，我就想带你去往这样一个世界，一个你我都能成为神的地方。时间回到1884年，那一年中国还在清朝光绪年间，大英帝国也不过刚刚完成了它的工业化，而那个改变了人类时空观的爱因斯坦，这时也不过是个5岁的孩子。但就在这样的时代，一位来自剑桥的牧师写下了这本超越时代的科幻小说《平面国》。平面国它设定了一个只存在于2维空间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不是人，而是不同的几何图形。三角形是中产，正方形是专业人士，多边形是贵族。你所看到的人来人往，是一条线段的靠近和离去。他们没有高度，因为这个世界是平面的。故事的主角就是这样一个小有成绩的正方形，他一辈子都相信这个平面世界就是他的全部事实。直到有一天，一个来自3维世界的访客闯入了他的世界。这个访客他可以凭空出现，改变形状，消失。在这个3维世界的来访者面前，你不再有秘密，你从哪儿来，家里几口人，甚至你身体是否健康，你在想什么，他都一清二楚。对平面国的居民而言，这就是一个无所不知的神。但他真的是神吗？不是的，他只是3维世界里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球形物体罢了。他之所以能创造神迹，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更高的智能，仅仅因为他比你高了一个维度。但对于习惯了2维世界的生物来说，他们永远也没有办法理解这一点。这才是我们常说的降维打击的真正含义吧。这在140年前的社会是一个无比超前，甚至是离经叛道的观点。可别忘了，本书的作者正直可是一个牧师，他会不会也在思考，我们所崇拜的神会不会只是一个比我们更高维度的存在而已呢？我们赋予他更高的道德，会不会只会让他嘲笑人类的视野狭隘？我们脑洞如果再开大一点，我们的大脑意识会不会是神经系统这个更高维空间在现实世界的投影呢？举个例子，我们每个人一定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一个念头突然凭空冒出来，但不过一会儿，它很快又被一个新的想法所取代。从主观感受看，我们人的意识似乎是跳跃的，是离散的，但这是否意味着大脑内部的活动本身就不是连续的呢？人类大脑的结构非常复杂，我们有800亿个神经元，它们同时工作，彼此影响，构成了一个非常高维度的神经动力学系统。我们之所以感受到思维在跳跃，会不会因为意识是神经网络这种高维空间在我们这种低维认知空间里的投影？换句话说，我们能读取神经网络的接口维度太低了。这就好像平面国居民看到那个时而出现时而又消失的球，由于空间的限制，他们只能看到一个高维空间在低维空间的投影。这会不会就是我们意识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形态？如果我们把这种观念再往前推进一步，我们应该怎么理解 AI 呢？就拿大家熟悉的 ChatGPT 举例，它所使用的 Transformer 架构其实就是我们人类语言的片段，通过数学方式映射到一个非常高维的向量空间里。通过大量训练，它学习的并不是什么具体的知识，虽然它看起来感觉是非常的学识渊博，但它其实学习的是在高维空间里人类语言的结构规律。当我们去询问它一个问题，提供新的上下文的时候，它再把这种高维空间的结构规律重新表达并反馈给我们，但这就带给我们一段足以感受到智慧的文字。这种所谓智慧也许并不能代表它拥有意识，就像平面国里出现的那个球一样，而更可能源于它在高维空间里所具备的学习、组织和表达结构的能力。聊到这里，你觉得 AI 有意识还重要吗？虽然我们的大脑就是我们人类的软件和 AI 一样都是高维的，但我们所处的世界，我们的硬件却被限定在一个3维的空间里。
我们就像平面国里的一个正方形，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变成5边形、6边形。如果你命够好，开了挂，说不定你还能成为圆形这样的统治阶级。但你再怎么努力，也没有办法改变的就是你硬件的限制，你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更高维度的存在。虽然有这样的局限，但当读到这本100多年前的科幻小说的时候，我还是不得不佩服人类历史上这样一个又一个能跳出自己时代局限、跳出空间局限的人。我们甚至可以去想象一个我们也许还不能感知的宽广世界。这也许是平面国这样优秀的作品，这些伟大的思想者带给我们对人类未来最乐观的希望。好了，今天的脑洞就开到这里，非常推荐大家抽空去读读这一本不长的小说。如果你有自己的观点，或者你有自己的想法，也欢迎留言到评论区。非常感谢你看到这儿，我是老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Sometimes, when I feel stifled and want a change of scenery, I use my imagination. Oh, boy. One of my favorite places to visit is the two-dimensional world described in Edwin Abbott's mathematical fantasy, Flatland. I don't want to go to Flatland. You're only saying that because you haven't been there. I am now a hexagon in two-dimensional space.